好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又有嘉宾啊，重量级嘉宾啊，他是我们以前是资深的 HR， 也就是人力资源方面的专家啊。好，我们先请您来自我介绍一下。好的，嗨，大家好，我叫谢静。首先感谢宁宁的邀请，也很高兴见到你们。通过这样的渠道，在来到德国之前呢，我曾经在上海的 HR 的咨询公司担任过高级顾问，也在一些知名的大公司外企担任过 HR 管理的工作。今天呢，希望分享自己的工作经验，也给正在求职的你们或对求职有兴趣的朋友们提供一些小小的 tips， 希望能帮到你们。我们今天会聊一些关于面试避免踩到的坑。我们用专业人士来回答我们的专业问题。那我们通常要去一个公司面试的话，那一定第一步就是要准备简历，对吗？那我们准备简历这一方面呢，有需要注意的哪些方面呢？作为一个人力资源主管，你怎么去面试别人？好的。其实简历呢是我们准备面试的第一步。我相信准备简历的时候，无论是格式还是有内容，大家都可以从网上搜到非常好的模板，这样呢我就不赘述了。但是呢作为一个曾经阅简历无数的老 HR 来说呢，我想给大家提供几个小小的 tips， 在准备简历的时候能让你在第一眼就得到筛查简历的 HR 的青睐。首先呢我们在形式上简历如其名，首先是简练，才是简历的最重要的地方。我们不要把自己的简历准备成一个比如说介绍自己的过往经历的一个小作文，太多，对，不要太累赘因为你想作为一个筛选简历的 HR， 也许在面对有很多简历成千上万如雪花般的简历到来时，他分配给每个简历的时间也许不太多而且呢，作为一个如果阅历无数的 HR 呢，可能就在十几秒或几十秒的时候就能看出你的简历是不是一个格式化，或者是说没有什么特点的简历，也许一下子就会删掉，这样呢就不利于我们在第一轮被挑选出来。所以呢，在准备简历中呢，我们应该注意到把自己的特点突出。比如说，我们在性格上面是活跃，然后呢，同事同学能打成一片，我们应该突出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形式上呢，用比如说把字体加粗，或者是把你的特点形成用bullet point。这种小黑点，然后把它着重的标注出来，这样呢就让 HR 在筛选简历的 HR 第一眼就能看出你的特点是什么。要突出重点，对，不仅要简单，还要突出你的特色，你的个人特色。对，当然呢同样呢，如果不是在面试设计岗位的简历的时候呢，我不建议大家把简历搞得花花绿绿的，过于的浮华，那太浮夸了。对，有点浮夸了，对，就是会让人有一点眼花缭乱，但它其实不是一个艺术作品，它其实是对你一个非常给你一个表现的形式，让你非常突出自己的一个机会。好，然后呢，在内容方面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经验，如果你有工作经历的时候，你把你工作经历做出非常突出的项目，或你曾经得到嘉奖的一些特点，着重的突出出来，要突出你曾经的成绩，对你取得了什么奖励，对，尤其是工作方面的相关工作经历。是的，对，叙述自己的成绩的时候呢，切记也不要小作文写的长篇大论，对自己过于的海夸，其实有一点点对有这样的话会可能会对让人阅读者呢会有一点小小的觉得有一点不适合，所以呢，对，我们可以尽量用简单的短语形式的这样的文字形式，突出你在项目中，你在这个重要的这种相关经历中所起到的作用，所担任的角色，所起到的一种责任，突出你用简单的短语句型突出你的特点这是我们在内容中应该要注意的。然后呢，其实我觉得简历呢不是放之四海皆行的一样东西，在你面试不同的岗位的时候，首先第一步呢要阅读岗位的要求，要根据岗位的要求适当的对你的简历进行调整，而不是一个简历
应所有的岗位，这样就会显得没有重点，很可能就会跟别的简历一起被淘汰掉，作为了一个陪跑子母的分母的一员。所以呢，在对症下药。对，所以大家应该因地适宜，把自己的简历呢，根据所要求职的岗位做相应的调整。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就是你要注意的不仅仅是形式简单，同时要突出你的个人特色，然后突出你的工作中取得的一些成绩。那最后呢，就是要有的放矢，不是所有的都是一样的啊，应聘所有的岗位都是一样的工作经历，那是不适合的。没错，对，还有呢，当然就是还有一些应届生的朋友啊，有时候会找到我，他是静啊，他说像我没有工作经验，那我应该怎么在简历中去突出我的经历，突出我的特点呢？什么叫应届毕业生？应届毕业生顾名思义就是在当年毕业的学生，或者是毕业没有超过2年的学生。这个每个地方的定义不一样。总结下来就是毕业应该是没有超过2年的这种，一般是当年毕业。对，当年刚踏入社会找工作求职的一个对象。其实我相信，如果是应届毕业生，如果你曾经有机会在一些公司实习的话，其实其实也是一个宝贵的经验。当然我知道，如果作为一个初级的岗位或者是实习生的岗位，你可能所接受的任务不是特别的复杂，你承担的责任也不是特别的大，但是你怎么去突出自己呢？比如说，有的同学跟我分享，他在公司里承担的责任就是打杂，这个复印一下资料，订个会议室，组织一下开会，对，没有重大的责任。他说这样的事情呢比较琐碎，没法突出自己的特点。那我想，其实我们在介绍这段经历的时候呢，不用把这个，比如说准备茶水订会议室这样的非常细碎的太琐碎，对，太琐碎。我们可以说，我们帮助了团队。就是说承担了会议，组织了会议，然后呢，组织了团队呢，有在这个项目中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协助辅助的作用，说明你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都很强。是的，比如说我们帮同事点外卖，或者是如果在大家很忙的时候点个奶茶，其实也是在辅助我们的团队就是说其实在精神层面上面也是给团队了一种非常有力的帮助。所以我们不要忽视这种琐碎的事情，从而呢，应该把它进行一定的包装，然后体现在你的简历中。同时它也是一种团队合作能力的体现。对，是的。那还有同学跟我说，我都没有实习经验，那怎么办呢？那我想，如果你没有实习经验，也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如果你曾经有在学生会工作过，或者是你在班集体上曾经组织过一个什么活动，其实也可以，也是很可以写出来自己的。就是说你具体承担的一个责任，你为团队做了些什么事情，带来比较正面的结果，我们可以把它包装一下写出来。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对。那我们刚刚讲了很多的关于面试材料的准备，也就是你递交的自我介绍的这种准备。那下一个环节就是面试环节。对的，在面试环节，我们可能要注意的东西就更多了。是。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在进入面试的时候，你应该什么样的面貌、什么样的姿势去面对你的面试官？其实说到面试一样的，大家可以从很多帖子还有一些前辈的分享，得出一些对自己有利的一些经验，其实都可以吸收。我想在这里额外提醒的一点就是面试的一个姿态。所有的人都觉得面求职者应该保持着一种谦卑彬彬有礼的姿态。这个确实是事实，我也觉得应该，这是对面试官对公司最起码的尊重。但是从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大家在保持自己谦有礼的一边，也要注意自己的自信度。不要觉得我特别渴望这份工作，所以我表现出非常迫切的这种姿态，让别人觉得。哎呀，你是不是只有我们这家可以选择？对，所以我觉得面试是双方的，求职者呢，你在一面被着面试官，检验着是不是你是一个合格的一个面试者，同时你也是在面试公司，你也是在面试你未来潜在的团队和你潜在的同事。所以我觉得大家呢，应该把它
当做一个平等、互相交流、互相去检验的机会。所以我们当然一定要彬彬有礼，同时我们应该要保留自己的自信不卑不亢。对，不卑不亢其实我知道有一些像有一些同事，他们会说在面试过程中，他们故意表现得非常的强势，给予求职者一种压力。这要看每个面试官他有不同的风格，有的人很想看看求职者在强大、压力、气势很强的这种环境中是怎么表现。这样以来推测他未来的工作中面临压力是怎么抗压的。这也是一种方式，也是一种他面试的一种特点。那这种情况下呢，越是对方气势很强，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你就越应该不卑不亢，保持自己的自信度。对，保持自己的东西在那里那还有一种面试官呢，他就是非常的温顺，如春风般的一些温柔。我怎么来判断的？对，他让你就觉得哇，如沐春风，让你就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能说。其实呢，有时候这也是小小的陷阱，让你放松了警惕之后呢，就会可能会有一些马脚会露出来。面对这种温柔型的面试官呢，我们一样要小心，要听听他的问题有没有坑，他问题的点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去应对，不要放松了自己的警惕。所以不卑不亢，我觉得是比较好的，最重要的这主要是从精神面貌来讲了。那比如说你是面试官，我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我面对面比如说肢体语言还有跟你的眼神交流，这是不是也很重要呢？首先对肢体语言其实很重要，它是一个人精神面貌的一部分体现。对，我发现有的求职者呢，在说的时候呢，就有一点手舞足蹈，然后就会把手舞足蹈，对，就会把手情不自禁的抬起来，就像这样这样就是很像一个指挥者一样。虽然我知道它是一种很自信的表现，然后很忘我的表述，其实我觉得呢，就要看有的面试官呢很喜欢这种激情澎湃型的求职者，但有的面试官呢更喜欢低调的。比较踏实的陈述事实的人。所以我们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还是应该稍微的注意自己的坐姿，不要太浮夸，不要太浮夸。对，当然这也看你面试的职位，比如说你面试的是销售，也许你的销售或者是 marketing 需要你很外放型，那你是需要一点这种激情型。同时呢，你要注意真正的销售呢，它不在于言多，而在于言精。你要注意你的叙述型，你要注意你的叙述是不是一个精髓，是不是对方想听到的内容。切记不要为了展现自己盲目的夸大自己。这样会让人觉得有一些有点虚，有点华而不实。对，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还是要实在一点。对，要脚踏实地一点。对。那包括做销售的也是喜欢脚踏实地的，对，没错，不喜欢你就是夸夸而谈，夸夸其谈的人。刚刚我们其实已经谈到了谈吐的一部分，对，就是讲除了你正确的坐姿，然后和别人的眼神的交流，还有一些你的谈吐不要过于浮夸，对吧？要实在。对，其实说到眼神的交流我曾经有一位同事，他是一个技术能力非常强的研发人员，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和你说话的时候是眼睛不愿意直视你，这是可能来自于他性格的一些内敛，和他平常不自信吗？他不是不自信，他就是不喜欢对视着你，有一种安全距离感。对，这样的人呢，在面试中呢会有一点吃亏，因为你不直视的话，会让面试官有一些误解，好像你不太愿意真诚的面对，或者是你是不是内心有一点排斥对方，其实这样看，其实研发人员呢，我们理解的传统研发人员比较言简意赅，不太喜欢跟第一次见面人或者不太熟悉的人有一些特别的互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你如果是一个研发的应聘者，也不要强迫自己做得非常的外向，其实如果你觉得你不太适应跟人一开始就很热闹，谈吐很多，我们就只谈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提供的价值是什么。其实职场不是交朋友，更多的是你提供价值，公司支配你，就是一个互相交易的过程。
对，互利的过程。对，你希望得到这个岗位，那你要告诉你的面试官，你能给公司带来什么。或者你如果都知道你自己在与人沟通的时候会有这么一点点小小的有一些小小的欠缺，比如说你不够直视别人，或者是你说话很少，你可以直接的告诉面试官，你说我这人可能说话比较内敛，对，比较内敛，要用一些积极的话不太好多的词，对吧？如果你觉得我说的不够多的话，你还可以再问我有什么，我就直接告诉你。对，这样显得特别真诚。是的，对，那我觉得在面试中特别容易被问到一些问题，但对这些问题呢，其实你是有一些否定的想法的。那能不能跟面试官直接说不？对，这种问题也会这种局面也会经常发生。比如说面试官问到问题是你完全没有涉及的领域，但是貌似这个问题呢和你应聘的岗位又有很大的关系。你能不能说不？我的答案是说你可以说不。因为你来面试这个岗位，并不代表你需要知道这个岗位所有各方各面的问题。有时候你能说不，也是你自信的一种体现。OK，我们最忌讳的就是明明你不知道，但是你会说你会。你还装着你知道，结果再问你3个问题你就不知道了。对，其实你不知道，你说你会。再接下来再继续的问题就很容易暴露马脚，这不仅是能力不足的问题，更可能是一种你的在职场上的一种品质的问题，诚信的问题，这个可能引发的问题更大。但是当我们说不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种求知欲，或者是把它搞清楚的欲望的体现。你可以直接跟你的面试官说，在这方面我涉猎不深，但是我觉得你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值得我回去好好想一想。我想如果你给我机会的话，我在下一次我可以通过邮件或者是电话耽误你几分钟，我再告诉你我的想法，通过我的学习，通过我信息的查找，然后给你一个更加全面的答复吧。就是当我们说不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再补充一句，我们会有后面的行为，我们来弥补我们现在当下的欠缺的一些方面啊。是。好，那我想问一下，比方公司问能不能加班，愿不愿意出差？比如说我们很多职场女性在工作中会遇到很多问题，那我有家庭有孩子，那公司说你可不可以出差？实际上我心里面的80%是不愿意的，或者说是加班，我有80%是抵触的。那这个时候你去怎么去回答这样的类似的问题，或者说面试官希望听到什么样的答复？那面试官希望听希望100%你要斩钉截铁说会，我一定会出差，我一定可以加班。但其实我觉得这不仅仅是面试的问题，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 work-life balance， 是工作生活的平衡怎么样去调节这个是另外一个，后我们会找机会可以再去详细的去聊这一方面但我觉得呢，职业女性的问题，职业女性对于家庭和生活说实话，我的观点是，光靠一个人是做不到，不可能平衡的。我觉得这个所以真是很难做到我觉得平衡的。家庭生活的平衡，这本身是对女性的一种挑战和不公平，同时也是个伪命题。从来没有人问过男人能不能做到家庭和这个工作的平衡。女性老是会问到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职场的歧视。但很可惜，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的国家，这种问题经常会被问到。当然，如果你当然你确实目前你这个阶段是以家庭为重，你的孩子还小，或者你的孩子面临着求学非常关键的阶段，你不希望出差，你不需要加班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也可以跟面试官非常踏实的说出来，你说我不拒绝加班，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不可以回家把工作带到家里来，在我尽可能的时候把工作任务完成，我能保证我在公司的时间做到100%的投入，尽可能的高效完成我手上的内容。对，我觉得这个回答很好，要尽可能在工作时间对100%高效的完成。对，如果说真的公司有一些因为工作一定会有他忙的顶峰时间，工作中也会有他工作内容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它是像一个波峰和波谷一样，在波峰时间，我觉得你做出一些牺牲去加班，我觉得是可以的。如果你很珍惜这份工作。如果是那种重复性，极强的重复性没有必要的那么的加班，或者是因为有时候是因为老板他自己不回家，然后你必须留在这儿的这种没有意义的加班，我觉得你可以直接说出来。当时你直接说出来的，
结果也许可能就是被拒绝，你可能会被其他对加班完全不抗拒的人给淘汰掉，所以大家要权衡一下。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有一种比较委婉的说法，就是说我在面试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接受加班。我可以协调我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然后拿到这个 offer 以后，拿到这个面试结果以后，你和你的主管有进一步的接触，然后这个时候你再表明你自己的生活上的一个困难呀，或者说而且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需求嘛，对不对？那个时候再去说会不会显得不够真诚，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实际型的行为。其实我知道在实际中也有很多人是这样子，在面试中他们会常义无反顾的说我可以加班，我可以出差，但是到了真正的工作中呢，他们会希望公司有些妥协，那我也有来一些妥协，大家在妥协中找到平衡，这也不失为一种方法。但是我们要想到的是，它有一种概率，就是你进入到工作中，你在岗位上的领导更加的苛刻，更加的比面试官或者是比 HR 还苛刻。他可以就直接说，你当时已经说了你可以加班，你可以出差，你怎么到我这儿又来跟我讲条件呢？这样呢，所以说我觉得大家是需要权衡的。所以我就说，面试是一种双向的。在你双向选择，对，当你在别人在面试你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在面试别人。你在看这个团队、这个公司的文化，适不适合你现在的目前的这种状态？没有对错，只有适合。是，刚刚谈到的很重要的，你要看看你和公司是不是契合啊？你们两个是不是一个齿轮刚刚好卡在一起了，刚刚符合？其实有时候这个问题就像你找男朋友，对，像你找你的另一半，你找你的配偶，对，鞋子合不合脚？对，其他的看。是不是适合才是最重要的。对，他是不是高富帅，他是不是白富美，有时候也不是第一要素。对，而且其实说真的，也不是你第一眼在你的面试中就能测试出他的工作水平的。因为我们以前公司是办事处嘛，所以很多人力资源的方面呢，也是我在做的啊。我也会去面试别人，你会发现你在面试中这个人真的是脱颖而出，但是他到了工作中，你会发现原来你并不是像你面试的时候体现的那么突出啊。这样的人我会说他是面霸，真的是不是这样的？面霸，他在面试中有一定的欺骗性，对，他有一种非常强的包装性、掩饰性。对，其实我们不反对面试者来包装一下自己的简历、自己的经历。就像我们刚才说，我们在实习时，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工作适当的包装。但是我觉得，其实职场生活更是一种长期对你能力、对你态度的一种检验。也许面试能帮助你一时拿到这个岗位，但是我相信所有人，无论是公司还是面试者，我们寻求的是一种长期的合作。对，而且就是会产生一种感觉是浪费大家彼此的时间。其实一次失败的招聘，不仅作为面试者，你可能是一次失败的工作经历，在你的简历中非常有一段短暂、不是那么体面的经历。对于招聘，对于公司来说，也是一种时间和金钱资源上的浪费。这样大家还要再去招一次。所以我不建议面试者在面试的过程中有过多或者是过分的包装。其实过分的包装对面试者来说受到的伤害也许比公司更大，因为无论怎样，公司还是强势，它有自己的一个形成的一个平台，它的资源比个人永远都是多的。对，它只是说在这个工作中慢一点、快一点找到合适的人才，终究它是能找到的。对，但对于我们个体来说，我们这个机会没有把握好，在我们简历中会有一笔不是那么好、不是那么给自己加分的简历，在我们找下一份工作中会有一些影响，会有影响的。如果你在这个公司连实习期都没有过，只3个月，然后6个月就被淘汰了，那其实很多你第二次应聘的时候，很多工作单位不愿意去招这样的人。所以我们要对每一次的面试，每一段工作经历都要做到全力以赴，非常谨慎，同时非常珍惜的看待它。这才是我们正确的态度。对，要认真看待每一次面试，认真评估每一次面试。同时，你在这之前也应该了解你所应聘的岗位，它到底需不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你合不合适？这样的公司是不是你长期要去工作的一个地方？包括刚刚的企业文化跟你契不契合？对吗？没错。
这也是一种契约精神啊。那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哈，有的时候有一个面试者非常自信，对吧？他觉得啊，本来是我去面试，其实我是客场，对不对？面试官是主场。那到时候呢，我也觉得我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我想问这些问题。这个时候我可能有一种反客为主的这种感觉啊。我适不适合在这个时候问面试官特别多关于这份工作的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适当的问一些可以。对，其实面试的时间来说，一般来说，初次面试，第一轮的面试，不会超过1个小时，大部分是30分钟到45分钟左右，到了第2轮或者第3轮会适当的有一些加长。其实每一次面试我都觉得是大家去了解对方、了解对方公司、了解对方团队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大家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当大家对这个公司、对团队，特别是你工作内容和你的老板有什么想知道的时候，应该多提问。我们中国人来说呢，可能会比较谦逊，然后保守，会说我问那么多问题是不是不礼貌？我觉得不会，特别在外企，我们还是还比较 open， 还比较开放，非常鼓励对方多提问题。当然我觉得对，没错，像你相亲一样，你要了解我，我也要了解你，对不对？对，但是我觉得呢，我们在提问题的时候呢，应该要注意哪些方面？注意我们问题的质量。OK， 比如说你在官网上能找到对方的答案的时候的问题，你就不要问，你就不要再问了。对，如果你问的话，会让人觉得你完全对我没有了解，就显得你准备的非常不充分。你是真的想来，真的很珍惜我们公司的岗位吗？所以我觉得你如果在官网上能找到的答案呢，我觉得尽量不要问。你应该更注重问你现在这个团队和你现在跟你岗位的要求息息相关的工作内容和你朝夕相处的同事和老板的一些问题。OK， 想想，其实，在你清醒的时间，每天早上起来清醒的时间，你也许跟你的同事、跟你的老板相处的时间，比和你的家人更多一些。此时你必须非常非常的珍惜这个机会，来了解一下比跟家人相处时间更长的对象，对不对？主要是了解你这个团队他们需要一些怎么样的关系或者团队关系是不是和谐，对吗？但如果你希望你的问题，我觉得我可以建议大家问一下，比如说你可以问，如果说对方正好是这个团队的你的直属上司在此，你可以问他一下，他对这份工作、对这个岗位将来的这个同事、他的下属什么一个期待？对，他的期待是什么呀？他非常在意的几个点、几个能力的方面是什么？对，你可以直接问他。其实我觉得显得你更有诚意一些。对，而且是对你对这个岗位非常的认真负责，你很急切的知道你可不可以立刻上岗比如说这方面的问题。对，所以我觉得可以鼓励大家问一些有质量、有含金量的问题，显得你更加不一样。对，那种在官网上的千万已经有答案的千万不要问了，会显得你特别没有诚意，然后完全没有准备，这个是特别不好。其实我觉得在面试每一家公司，我们都应该珍惜这些给你面试的这样的公司。其实我知道很多面试同学也好，还有一些朋友跟我分享。有时候他觉得他对这个公司不抱有希望，只是因为给了他一个面试机会，他就去了，反而还面上了。他心心向往的一个公司呢，他觉得他准备的很好，反而没面上。这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这种 case 很多的。甚至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就是有一家研发型的公司，它是在不在市中心，在属于就偏远的一点。它没有像那些大厂那么非常的有名气，在市郊对吗？对，然后它的公司的成员也很简单，组织架构也非常的平扁，但是它就有一点，它福利好，工资不低，那很好呀。对，但是这时候呢，他给一些面试者发来面试邀请的时候呢，会被一些名校的毕业的同学呢就看扁了、看清了，所以我就知道有一些这种高材生去面试的时候呢，
流露出一些稍微不是很注重这个机会，不太了解这个公司，没有准备好就去面试，以至于他错失了这个机会。其实我觉得很可惜，因为我后来了解到这家公司对女性的员工也好，对加班文化也好，是把握的非常非常人性化的一家公司。对，所以一个公司的文化，它这个公司是不是人性化，和你想要的是不是一样啊？和你心中的期待是不是一样？其实很重要。对，你不要只看一些表面的。这样你找对象，你不能只看他长得帅，你也不能只看他有没有钱，没错，你还要看他的性格，看他的人品、发展前景，不要看他公司是不是这样上升的，是不是下降。其实很多研发公司，它在好像在生活中不是那么的有名，不像大厂一样那么有名。对，但它这个行业内非常有名。它在细分领域上非常靠前，非常 top。这样的公司，这样小而精的公司，大家不要错过。也有时候你可能会在这样的公司成长，或者是你收获的更多。对，所以说不要只看表面啊，不要错失，不要错失任何一家优秀的公司，对，尤其是他可能真的在这个知名度上不是很高，但你要看他在这个行业内是否做得很精，是否做得很专，提前准备要做好。对，其实，在面试中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哈，经常呢，有的时候有的人可能还不好意思问出口的问题，就是你的薪资啊。作为面试官会去问面试者，你的薪资期望是怎么样啊？这个时候我合不合适把我的期望就直接告诉他呢？或者说我作为面试者，面试官可能没提，对吧？然后我主动想知道我将来的工作到底能给我一个月多少工资？这个时候怎么去？首先我觉得大家工作问工资是非常非常正常，无可厚非哈，无可厚非。谁也不是义务来工作的，对，义务工作有 NGO， 你可以去应聘那样的，对不对？我们来应聘一家正常的商业组织，它一定是有薪酬待遇，有期望，对，有期望的，对，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如何比较恰到好处的表示你对薪资的期待，还是有技巧的。当然，你上来很赤裸裸的说我就要这个钱，低于这个钱我就不来了。这样的举止，我相信肯定是不恰当的，不合适。一般要给个区间吧。对，其实每个岗位呢，对于公司来讲，它一定是有预算的，有固定的这个岗位给你多少钱。对，它的预算是有一个区间啊。你如果正好你的预期在区间内，同时你表现的也非常符合这个岗位，你的各方面的能力素质达到了，其实被面上的概率就会很高。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期待与这个岗位的预算高于了他的预算。这个时候呢，你如何你也不知道，但是你对方就问，比如说我想问一下你期待的薪资是多少呢？你非常直接的告诉你需要的数字，然后高于他，比如说他给你1000到2000之间，然后你希望的呢是3000一个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呢，首先不要把话说那么绝对。当然，你的此时是对这个岗位非常心仪，你想加入这家公司，你可以说我大概的期待的薪水是多少，但是呢，我们都可以谈。我呢目前对贵公司这个职位的预算呢也不清楚，但是我现在所处的岗位的工资，我的工资是多少？那个我希望有一定的涨幅，这也是我来看外面机会的一个原因之一。我们只能说是之一，我们不要表现出我们只是为了看钱，这是我们看的之一。我希望有一定合理的涨幅。为什么呢？有涨幅呢？我希望比如说通过社保，像现在社保基数每年都在提高。如果我的涨幅太低通过社保基数一改变，也许我拿到手的就不多了。所以我希望还是有一些幅度的提高。同时呢，每年中国的 CPI 现在就是消费指数，所以我们可以谈，你可以跟面试官说你需要涨薪，你涨薪的缘由是什么？你涨薪的这个幅度的根据是什么？你可以谈一下，有理有据不卑不亢的说出来。我觉得大家是可以理解的。即使你的期待高于了他的预算，他也能够觉得大家也是可以谈的。如果真的谈不了，对方觉得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大家觉得呢也是因为你说的也是有道理的，不是无缘无故的这个漫天要价，对吧？这样感觉就会好很多。我们把话说的稍微有一些灵活度让对方觉得大家都可以谈。同时我觉得呢
其实高于预算呢，也不是个大问题。如果你足够优秀，对，其实都可以谈的，都是有。如果你足够优秀，他还可以把那个往上对，都可以的。调整。我们就遇到过比如说面试官或者是这个团队的直属上司非常满意这个应聘者，即使他提的工资高于了我们的预算。我们也曾经也提高预算，把预算再往上面加的这个概率也不是不行的。所以大家在谈涨薪的时候，首先不用不好意思，我们可以谈出来。第二呢，我们谈出来的时候，我们要有理有据，对，让大家觉得你是一个非常讲道理的人。你谈的这个数字有道理，我们都可以谈。而且你也可以去结合一下，如果你准备的足够充分，你甚至可以查一些这个行业的平均工资是在多少。其实如果你是通过猎头来找到这份工资，猎头也是一个很好的资源的获取渠道，就是介于面试者和公司之间的一个中介。如果你是一个应届毕业生，比如说你之前是没有公司，那很少有猎头会管你，那应该就不是猎头，就自己来去应聘。这个时候，我个人建议你看平台比工资要重要。对，确实。我觉得当然，如果你是非常迫切需要钱就是谁给你开价开得高你就去哪儿，这种情况我们暂姑且不谈。如果此时你更看重的是你将来的职业发展，对培训的机会，对，我觉得一家比较发展有在蓬勃发展且公司口碑在行业中不错的公司，这样的平台比你目前要的薪水，我觉得更重要一些。而且这样的公司，它一般给到应届毕业生的工资也不会低于市场。也是非常非常合理的。所以我们应该比较客观的看待钱和职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关系。对，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刚入职场不多长时间的或者小白这样你一定不是只看钱的。公司给你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平台，每年给你做多少培训，是不是有进修的机会，对不对？你有没有上升的空间？这其实比你的薪资有的时候更重要一些。其实我们这个叫做一个 total 的 package， 对，就是一个大包。其实我们不能只看 base salary， 我们不能只看一个固定的月薪或者年薪，我们也可以看看有一些福利，比如说一些公司会提供一些额外的商业保险在如果出现这种重大意外、看病这些保险也许都能帮到你然后同时呢，比如说给你的年假给你的一些培训机会这其实都是需要考虑的，而不是仅仅的看待目前这个钱是多少。我们今天呢讲到话题，我觉得对每一个包括对一些学中文的很想去中国面试的这些外国学生来讲，应该也是很有帮助的。因为面试不管你是德国面孔或者说是各个其他地方的面孔，它需要你的要求都是一样的。那可能对于一些会有语言上的一些要求，对吗？你的中文达到什么一样的水平，你才可以去应聘这份工作，是不是？如果我觉得您是一个外国应聘者来中国找工作，其实我觉得首先中文呢是辅助你在日常工作中跟中国的同事沟通的一种工具。其实也不要因为你的中文可能不够流利而减少了你的自信心，这大可不必其实如果是面试外企的岗位英语才是第一工作语言，所以不用特别的在意中文这个精进到什么程度当然为了你的日常生活，你还是要跟玲玲老师好好学习对吧？一定要学中文，你的机会会更多一点。对，现在所有的企业都想要往中国，企业都想要进入中国市场，对吧？如果你能掌握这样的一门怎么说？我们说语言是一个工具，你有这个工具，那你的路可能会多一条作为一个来中国面试的外国的面试者的话呢，你可能要注意，首先这家公司的工作文化可能跟你所在的国家的工作文化会有些不一样的。我知道不论是外企还是私企，在中国工作强度上还有加班的频率上，我觉得是高于欧洲企业的。所以大家来面试的时候呢，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中国来说节奏更快，工作量呢会比较高强度一些。但是我觉得同时也是一个提升自己挑战自己的抗压能力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和平台。是挑战是机遇，你要把握住。这是
可能说，尤其是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啊，大型城市，它的工作节奏是很快的。是的，像我们以前在上海，而且包括你找房子啊，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你能不能在这个工作的多少范围之内找到合适的房子，你都是要考虑进去的。对，来中国工作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但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锻炼自己的机会。对，所以呢，不要忘记跟玲玲老师学习中文哦，一定要好好学习中文，而且真的是你每天自己要在家练习中文的。中文是任何一门语言都是你每天都要去磨的，对，靠1天2天。或者1天10分钟真心的不够，如果你还想要去中国找工作，那你至少1天要花1个小时在语言上，对吧？是的。你想要更精进，比如说我在德国找工作，我们在德国找工作，那一定是你德文讲得好，你才更有可能拿下这份工作的，是不是？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 HR 人力资源的专家来跟我们，也很高兴见到你们，对，提了很多建议啊，告诉我们很多你不要去踩的坑啊，小心在那个面试过程中不要去踩的雷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以后呢也会有很多机会跟大家一起交流，我们可以下一期我们还可以讲讲，如果你拿到了一个公司的 offer 啊，你拿到了这个公司的面试，你成功的拿到了这份工作以后，你又去怎么样去评定这份工作我到底要还是不要？因为我讲过了，这是双向选择嘛，对不对？有可能你手里面有5个那个工作的合同，对不对？你都可以去考虑。那我们下一次再请谢晋，好的，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关于人力资源方面的，以后也可以分享在德国在德国包括德国的职场是怎么样的，跟中国的职场有没有区别，对吧？对，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讨论。好的，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给我们的专家，我们一起来回答，好吗？一起讨论，一起分享。对，不要忘了一键3连，好，再次谢谢大家，好，拜拜，拜拜，再见。